美国罗斯福航母驰援中东，距离伊朗仅40公里。泽连斯基称绝不会用土地换和平。俄军重型火箭发射器被摧毁，美军军售暴涨60%。8月1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正在伊朗南部海岸附近的海湾水域航行，其距离伊朗是布尔什市海岸约40公里，距离巴林海岸约60公里。就在1天前，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会见了其他抵抗之湖的领导人，其官方电报表示要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袭击。目前尚不清楚伊朗具体会做出哪些反应，但是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们表示，伊朗军队指挥官正在考虑对特拉维夫和海法附近的军事目标进行无人机和导弹联合打击。另一个被考虑的方案呢，从伊朗以及抵抗之湖活跃势力的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发动协同攻击，以取得最大效果。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在早前的一份声明中写道，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已经离开了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并且将在美国欧洲司令部责任区短暂停留，然后返回家园。而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将前往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与盟国和伙伴一道，加强和平、稳定和威慑。根据 USNI 新闻报道，驻扎在日本的罗纳德里根号航母将移至北阿拉伯海，为美军的撤离提供空中掩护。罗斯福号航母呢，是过去5年中第2繁忙的航空母舰了。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是美国海军的核心作战单位之一，围绕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罗斯福号组建。该打击群的主要任务包括投射空中力量、执行海上打击、提供防空掩护和支援地面作战。打击群由多个组成部分组成。罗斯福号是打击群的核心，搭载了第11舰载机联队，包括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E-2D 鹰眼预警机等。护航舰队包括了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等，这些舰艇配备了先进的宙斯盾系统，提供防空、反导和反潜作战能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频繁参加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演习和实际作战行动，展现了其强大的作战能力和灵活的部署能力。例如，如果面对可能发生的袭击，大兵认为罗斯福号很难受到伤害，其主要原因在于护航舰艇上的宙斯盾系统能够提供强大的防空和反导能力，能够探测、追踪和拦截来袭的导弹和飞机。而包括 RIM-66 标准导弹、RIM-162 ESSM 导弹以及近程防御系统能在不同距离上拦截威胁。同时，罗斯福号上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也可以执行空中优势任务，拦截和摧毁敌方飞机和导弹。此外呢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能够进行电子干扰和压制敌方雷达和通信系统，削弱敌方的袭击效果。护航舰艇也配备了多种电子战系统，能够探测并干扰敌方的导弹制导系统、多层次防御策略。通过多层次的防空和反导系统，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能够应对不同高度和距离的空中威胁。远程防御由标准导弹和战斗机负责，中程防御由 ESSM 导弹和电子战系统执行，近程防御则依赖近防炮和 RAM 导弹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月1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愿意寻求与俄罗斯的外交解决方案，但乌克兰绝对不会为此做出领土让步。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政府无权单方面放弃乌克兰领土，并表示这将违反乌克兰宪法，因为这一决定必须考虑到乌克兰人民的意愿。而乌克兰官员呢，也一再表示，乌克兰不会通过将任何领土割让给俄罗斯，通过侵犯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来换取一时的和平。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公民是不支持领土让步的。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将在2024年11月之前制定第2届全球和平峰会的计划。尽管乌克兰的计划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俄罗斯对此缺乏兴趣。克里姆林宫官员继续要求乌克兰完全投降，并阻止北约吸纳乌克兰加入。8月1号，第3突击旅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一辆基于 RBU-6000
海军火箭发射器的俄罗斯自行火箭炮。该旅的新闻部门发布了该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的 FPV 无人机飞向目标，第一发导致该车辆失去行动能力，第二发引发了火灾。RBU-6000本来是用于海军的反潜火箭发射器的，可以使用213毫米火箭发射的 RGB-60深水炸弹，重113.6公斤，含有23.5公斤炸药，威力呢可与122毫米的 GRAD 多管火箭系统的弹药媲美。没想到被俄罗斯天才般的改装到了陆地作战中。大兵猜测，这可能是黑海舰队被打的蹲坑，俄罗斯国防部又不想让这些舰船白吃军饷，就干脆将其拆解后回收利用。由此可见，俄罗斯的科技水平还是遥遥领先呐，因为其海军既能潜水也能上岸。再来看看这辆拼装车的坦克底盘，这应该是一辆 T72 底盘，显然是俄罗斯旧装备的二次利用了。可见他们对资源的节约也是煞费苦心。然而乌克兰第3突击旅却用一架简单的 FPV 无人机将这辆精心改装的火箭发射车变成了废铁。通过这次行动，乌军再次展示了他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灵活战术和高效打击能力。而对俄军来说，或许他们需要在装备创新之外更加注重实际的战斗能力了。今年年初有媒体报道说，由于多管火箭系统的短缺，俄罗斯人开始在坦克底盘上安装舰载火箭发射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7月31号和8月1号，乌克兰哈尔科夫市以北和东北部的战斗持续，但前线没有明显变化。俄罗斯博主声称，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市中心和赫里伯克附近取得了一些进展，并且击退了乌克兰的反击。在卢甘斯克州，俄军继续在库皮扬斯克县推进，试图占领更多领土。有视频显示，俄军在纳迪亚附近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俄军在斯捷波娃、新谢利夫卡等地进行攻势，试图削弱乌克兰的防线。顿涅茨克州的战斗也在继续。乌克兰无人机在西维尔斯克方向对俄军造成严重损失，俄军前进受阻。俄军在恰西夫亚尔以北的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以西略有推进，但面临激烈战斗。在顿涅茨克市西部和西南部，俄军略有推进，占领了一些房屋和工业区。俄军在扎波罗热州边境地区也进行了进攻，但前线变化不大。在俄亥俄州戴顿举行的生命周期工业日会议上，美国空军外国军事销售官员透露了一项令人瞩目的预测。本财年，即2024财年，美空军的年度对外军售量预计将实现60%的显著增长。这一飞跃主要得益于 F-35隐身战机与 F-16战损战机的采购需求激增。据官方数据显示，2024财年的武器销售额预计将突破460亿美元大关，远超23年的287亿，彰显出美国在全球军贸市场上的强劲势头。这一增长趋势不仅反映了国际市场对高性能军事装备的迫切需求，也凸显了美空军在全球安全合作中的核心地位。近期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进一步证实了美国空军对外军售的繁荣景象。其中，斯洛伐克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已经迎来了首批14架新型的 F-16战机中的第一架，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迈出的新一步。此外，空军安全援助和合作局主任杰弗里·杰拉蒂准将指出，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感是推动美国盟友加强国防建设、扩大武器采购的关键因素。杰拉蒂准将透露，今年几项重大军售交易包括向土耳其出售多达40架 F-16，为其现有机队提供高达230亿美元的现代化升级服务。尽管该交易曾遭遇质疑，但最终在参议院的支持下批准了。与此同时，希腊也在今年初获得了美国国务院批准，以高达86亿美元价格采购多达40架 F-35以及相关装备，并且在7月签署了首批20架战机的购买合同，显示出欧洲国家对先进战斗机技术的浓厚兴趣。面对激增的军售需求，杰拉蒂准将坦言，尽管 AFSAC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工作量，但其人力资源并未相应增加。不过他强调，美空军以及国防部近年来已经在提升对外军售流程效率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了，有助于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
特别是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提出的6项改革建议，旨在简化技术审查流程，加强跨部门合作，以进一步减少障碍，加速军售进程。AFSAC 副主任表示，通过优化内部流程，该办公室已成功在某些情况下缩短了处理时间，确保即便在需求激增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运转，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更加及时、专业的支持。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